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醒来发现天塌了，李凯欣辱华事件升级，杨紫竟成前车之鉴，程毅居然在同一个坑里摔了2回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当初他的英雄志因为张嘉倪的事没法播，没想到眼瞅着要播的《富山海》又是因为李凯欣的事又泡汤了。虽说那些失德的艺人不值得让人同情，不过对于拼尽全力演戏的程毅来说，这次却遇上了像杨紫一样的老问题，都是碰上了 C 级队友，而且可不止一个。原定于5月12日播出的带爆大剧《富山海》，却因女二的辱华言论面临延播的尴尬局面。一切还得从5月12日聊起。那天一段疑似李凯欣的私人聊天录音一下子在网上引发热议。音频里，他随口来了一句“有戏拍，有钱赚就好”，大部分中国人是 XX， 每句话都让人听了心里火大。这事儿一曝光，网友们一下子就炸了锅。要知道，李凯欣这位小姐可是新加坡的演员她可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的。他老爸早年在新加坡做生意，老妈则是那边挺有名的主持人。他凭着星二代的优势，在中国娱乐圈那是风头十足。从16岁那年拍苹果广告出道，参演了《海上牧云记》和《问题餐厅》。虽然手里的资源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可他的知名度却一直没能高起来。这次他好不容易与程毅合作的新剧《富山海》刚搭上，不想却因一段录音而陷入了困境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《富山海》剧组反应居然快到让人啧舌。在之前发布的杀青宣传片里，剧组还特地了他，没想到到了5月12日，录音一曝光，紧接着5月12日的新片花里，他的名字就彻底消失了。看来剧组早就对这事有情况，不然怎么会把时间掌控得这么到位呢？其实李凯欣的作死之路早就有迹可循，真是一扒出来让人震惊不已。从星二代到辱华黑料咖的翻车经历，真让小编感慨，娱乐圈的面子果然遮不住那些丑闻啊。早在2025年，就有校友爆出他中学时曾参与校园霸凌，虽然没什么确凿证据，但他的名声早就毁了。他后来选择来大陆发展，接了不少戏，还努力塑造励志学霸的形象，没想到高考成绩一被曝光，瞬间被打脸。这回的辱华录音简直让他的双面人特质彻底暴露了出来。更过分的是，他早些年过春节的时候，把 Chinese New Year 直接改成了 Lunar New Year。这种操作让不少网友调侃为精分是爱国捞钱的时候喊着中国人，过节时却变成东南亚人，简直就是抱着碗吃饭，放下碗就骂娘的典范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的前助理突然冒出来爆料，指控他知三当三，说他多次辱骂粉丝，甚至还威胁要曝光更多黑料。李凯欣虽然现在装作无事，但眼下这许多实锤的黑材料在那儿，想要洗白可没那么简单呀。这回内娱那些不靠谱的艺人名单，估计又要增添一位了。更惨的是，在《富山海》里，李凯欣表面上是女2号，但她的戏份竟然比女主娜扎多出2倍呢。如今剧方想删掉戏份，真是麻烦得很。看样子后期的工作人员又得拼命加班了，要么就干脆把剧情删了，要么用 AI 换脸。可即便这么费劲，他们也未必能把这剧搞上去。就算真的上映了，观众也不是傻子，那观看体验肯定会受到影响。女主娜扎简直是个冤屈的角色，早前她就被黑成花瓶，说她没演技。这次《富山海》的播出或许能帮她扳回一城，但如今又没了，不知道下一次能否拿到好的资源了。要说最惨的，真的是男主程毅，手里又拿了个祭天的剧本。
2年前莲花楼火得不要不要的，他这才好不容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事业也在往上走。为了这个，他可是下了不少功夫，本来盼着凭着《富山海》能一举成为一线明星呢。为了这部剧，他在横店待了整整2年，古装造型和武打戏都亲力亲为。没想到戏拍完了，结果搭档却出事了，自己也被连累了，真是一波三折啊！他可是《英雄志》和《富山海》这2部剧的男主角啊。有网友算了一笔账，一部剧要投资好几亿，宣传费也得几千万，现在没法播放，平台、制作方和演员可都得一起亏。更令人担忧的是舆论的反扑。之前路人对程毅的印象还挺不错的，大家都在期待他能有朝一日成为顶流。没想到现在一打开他的评论区，满是程毅眼瞎吗？怎么找这种队友？这样的话，还有人居然找出了他早期的采访，他自己说过演员最关键的是要敬业，结果现在也被网友们嘲讽了，敬业的连当台底的垫脚石都乐意。不过程毅的经历听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记得当初杨紫和某凡、某伦、某峰一起合作，结果辛苦拍的几部剧就这样被无限期搁置了，着实让人唏嘘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杨紫和程毅曾经是荧幕情侣。当初在《青云志》里，他们从青涩的竹马一路发展到《沉香如屑》中那段虐恋仙侣，真是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啊！如今他们竟成了内娱里最遭遇不幸的难兄难弟。更让人感到戏剧的是，早前《富山海》宣布开拍时，还曾有传闻杨紫会来客串，结果后来也被否认了。现在看来，杨紫没参演真是明智之举，要不然2个人就得一起扛黑锅了。不过，现如今杨紫在经历了好几次类似的事情后，已经懂得如何精挑细选剧本和合作演员了。期待程毅能向杨紫取经，吸取教训，以后别再让这种遗憾发生了。几件事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在娱乐圈，品德比演技重要得多。不过，资本依然在压住颜值才是王道。可观众早就看得透透的，这下资本们可不敢再随意玩黑红也能红的把戏了。程毅和杨紫的故事，就像内娱的缩影，在这场流量盛宴背后，满是艺人真心的消耗和观众信任的透支。当得变成了比演技更重要的通行证，那些还在想着快钱的人的清醒一下了。下次如果有剧组想邀请那些有黑料的演员，不妨先问一句：这个钱你还敢去赚吗？